欢迎你们来收听第6季我们的播客，这是艾利克斯和 Johnny 新的播客项目“老外说出来”。那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指导在个人和职业发展中的作用。我们将探讨师徒关系在武术和生活其他领域的重要性，并讨论如何顺教和培养师徒关系。你好，Johnny 师傅。大家好，Alex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在生活中遇到了那些导师或嗯教练，可能他们教给了你什么？嗯，其实我生活有很多教练，还有很多导师吧。但是我要第一我要说出来那些老师导师有一点区别吧，教练有一点跟教练有一点区别吧。嗯那如果你想如果我们也想要去一个地方，还是我们在林丛里面，如果我给你一个地图吧，那我们说哦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OK，这个是我们的地图啊。那如果你会看得懂这个地图，那你可以找到地方，可以怎么找到路，可以过去找到你想要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念不到这个地图呢，你就这个地图没有用的。所以呃指导是好像你已经可以看得懂那些地图，然后这个地图是指导的用法吧。但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学习怎么念什么字，呃懂那些东西，那个地图的写下来什么东西。所以教练跟指导跟导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那你嗯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听得懂你的意思，但好像我认为教练也有这样的啊、指导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他们嗯会教给你什么想法，然后这个想法你可以，如果你懂这个想法，你听得懂，嗯和你在你的训练中。你会做教练告诉你这么做，那你会得到答案，你认为嗯。吧？嗯，所以如果你是我们说那个武术的意思吧，那很多时间很多时候，你的教练会也当你的导师吧。但是呃，如果我们是说工作呢，那你已经上了学校，你如果你读了大学还是读了什么，你已经有呃自己的了解了、理解了。然嗯。后你的导师会用你的理解带你跟你说出来啊。那如果你想得到什么目标，那我会教你怎么走那些路，去得到你的想要的东西吧。所以有时候你的导师跟你的老师还是教练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在你个人的生活中，你遇到了，或者说，在你人生最重要的导师是谁？如果你需要想一想。我是再说一遍，你想知道你我？最重要的导师是谁？比方说，如果你是小孩子，还是说你在高中你是学生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嗯老师呀？还是说有教授、有教练，嗯什么人物就给你自己的生活最大的帮助？你认为？嗯，我开始做工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导师吧。所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学习那个修理车子吧。
然后那个车行有一个老板他的名字叫 Mark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修理车子？你现在在读大学，你做律师，还有你的事情，你就毕业的时候你会很多嗯呃你可能有很多机会去做别的事情吧？为什么要修理车子？修理车子很脏脏的吧？然后我跟他说过，哦，其实我知道，学这个修理车子是一步而已的，是一步的，来学下来这些东西，然后如果我想做在车子的工作的时候，这个是基本功吧，最基本的东西。然后他明白，其实他很喜欢我的诚意吧，所以他会叫我 OK，如果你想做这些事情，那你跟我做3年还是4年，做到你的呃修理车子的东西，然后我会找办法送你去凤蝶推了。嗯所以我去凤蝶的大工作的吧，然后好几年在那边上班吧，然嗯后在那边上班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要帮我啦，有很多人要帮我的导师吧，所以呃我做工作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帮助我吧，嗯。和嗯嗯，他的方法，还是说，他怎么做这个指导的作用？比方说，他会把很大压力放在你的肩膀上，为了嗯让你得到下一层，还是说他用更多鼓励来积极影响你的思维方式，和积极影响你的人才、你的发展，它会用它的嗯作用是什么？嗯。因为他他是个老板啊，所以他也知道，如果我可以在他的工作这几年，我可以帮他赚很多钱嘛，嗯所以他也知道，如果他可以帮我，我也可以帮他。我在做修理车子，很多人要带他们的车过来修理了，他需要人做这些工作，不容易找到这些人。但是他其实他没有放很多压力在我的身上吧，他只是说如果你要在车行的时候你有2条路，你可以在我的工作做这些东西，还是你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去那个大公司吧，走这个路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所以他是给我认出有什么机会，我可以选到什么机会，所以呃，他是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导师，因为他把我呃看清楚我自己的路是什么，嗯，嗯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导师并不需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他们需要是给你把你的眼睛打开吧。嗯，对，把眼睛打开，我同意吧。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我的生活中，一嗯个很重要的导师就是我高中的历史老师。因为嗯作为孩子，我对历史和写作很感兴趣。在我的房间里，我爸爸经常会发现我躺在地上阅读日本历史或中国历史的书，然嗯后我自己会写一些小故事吧。但嗯我当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受到了兴趣，嗯，我受到了我兴趣相关的欺负，所以我自己想融入吧。
因为我试图适应了周围的人的相关爱好和兴趣，并为我自己的兴趣和内心的感觉觉得有一点丢脸，说实话。所嗯以真的是难过的一段时间，可以说我嗯迷失了自我，认识了那位历史老师。那时候我应该是16岁左右，可在一个学期里，我们的作业通常要求我们写一篇关于罗马的文章，古代罗马的文章。所以我一开始犯了好多好多错误我写的乱七八糟的。可我历嗯史老师会告诉我，你有潜能，但需要努力提升你的逻辑和文章的结构。所以嗯我第一次受到了这样的批评，这样的评论，我觉得有一点烦恼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崇高意见，而我认为我写的不错。那第二嗯次我受到了类似的批评，但也许多鼓励吧。所以嗯我的烦恼就慢慢变到决心。在这个学期中，我认为我进步的非常的快。这位嗯历史老师他知道了批评和鼓励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。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好导师的关键特色。比方说，我认识了最好的武术教练，也有这样特点。他们知道多少压力或多少鼓励会让你努力到下一层。和这个嗯是难做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，有些人需要更多压力，有些人嗯需要更多鼓励吧。嗯，还有很多人没有导师吧，并不会说你没有导师的话你不会成功，很多人都有找到自己的路吧，是不嗯，是？是，没，但是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吧，如果你考虑你在丛林的时候，然后你要开辟一条道路吧。如果你是第一个先锋，可能你要慢慢的走，用你的刀子来开一条路吧。你并不并不知道你会走错路，还是呃可以走这条路到完成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已经说了要有决心，一直可以到完成吧。如果你有决心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决心，有人帮你帮你指导，还是没有人帮你做导师，也可能并不需要吧。嗯还有还有另一个意见吧，如果你好像呃如果你想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好像以前我们说出来这些4分钟英里，你知道4分钟英里 4 minute mile。，OK，yeah，yeah，所以4分钟英里以前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人跑得那么快可以得到4分钟英里吧。但1954年吧，有一个 Roger Bannister，他做到那个四分钟英里，然后看到他跑完成那个4分钟英里，他的对手们受到鼓舞，去达到这个新的表干吧。所以很多人也可以得到这个4分钟英里吧。但嗯，是他是第一个做得到，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是是。然后别人就看这个故事，然后理解，嗯，我也可以对，做的。甚嗯，至如果对，有些人说不可能做，没有人可能做，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其实你需要自信，然后你可以嗯做的不可能的事情。嗯，如果你的目标没有人想要做到你的目标，那你应该是第一个人做得到嘛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纪律，你没有真心，你没有认真，
去追你的目标，那没有人也想要做你的目标吧，因为嗯，是你自己的目标了。是是是。嗯我也认为，如果在你周围的人没有合适的导师，如果周围嗯的人你没有朋友，还是你没有老师你认为他们不太理解你的性格吧？那我认为你嗯应该看网络吧，因为我们住在互联网年代，和现在嗯你不需要等待圣人从天掉下来。嗯圣人就在你的手机里面吧。嗯，对对，如果你教他，你肯定会找到他。因为我嗯自己通过不同播客受到了很大的指导，我认为这嗯也是我们开始老外说出来原因之一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当大家的指导而通过对话，我们可以提嗯升大家的思维方式而世界观。但这个嗯。还是我的梦想之一。对，然后好像指导就是把人家的眼睛打开吧，给他嗯，们看有什么机会，有什么可以得到的。所以是，这些我们谈论这些东西，就是给大家想一想，嗯那这些意见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我有什么理解吧？嗯，对，因那第二个我们要讲那个培养师徒关系吧，是不是？还是你还有什么意见吧？对，其实最终的我认为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有指导没有指导，你有教练没有教练，有时候有些教训需要你自己去学习和发现。英文有嗯一句话："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, but you can't make it drink." 那就是说，嗯你能把马牵到河边，但你不能嗯强迫马饮水。所以，嗯我认为导师可以教你很多，但如果你听不听，这也是自己的选择吧。嗯嗯，对，你说的对。嗯，所以对，现在我们可以继续，我们怎么培养师徒关系吧？你有什么意见？嗯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要当学员，两个品质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就是诚意吧。如果你没有诚意，为什么人要帮你的？为什么他们要当你的导师吧？如果他们怕有一天你会抢投他们的位置，他们会给你最好的东西吗？可能不会，是不是？嗯，是，那第二个就是透明度，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导师，给你他们的时间，有时候他们对你的看法跟你自己的看法可能不一样，你要透明的说出来，因为如果你们两个有不一样的目标吧，最好是说出来，说清楚，不然可能会有很多误会和不好意思的感情吧。嗯所以这个是如果你要想当学员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要当导师的话吧，那最好的是，最好的品质就是你给人家的东西，你都不需要他们还给你什么事情吧？有一个成语是雪中送糖吧？是在雪中的时候，in the snow，我们可以送糖给人家，他们可以养火吧，给他们给他们热一点点。所以我送的时候，我不需要你送糖还给我，因为我已经有了糖，我要送你给你自己的烤自己的火。嗯这个是如果你想当导师的话，这个是最重要吧？嗯。那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认为尊重也很重要吧，对师徒关系，因为嗯一个一个人他有更多经历吧，他有更多嗯可能智慧，这是为什么是师徒关系？因为
一个人就是导师，一个人是学生，所以认嗯为在这个情况下，尊重是很重要。作为学生，你需要尊重你老师还是你教练的经历啊和智慧，但我认为嗯作为导师还是教练还是老师，你也需要承认可能这个学生他不太理解这个世界，所以嗯需要慢慢的教他，而我不要强迫他给我的尊重，我不要做嗯什么错误和强迫我们的关系，所以我认为尊重也很重要，对师徒关系，嗯，嗯嗯，对。那还有什么意见吧？还是请大家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意见吧。对，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说到这儿吧。但如果嗯大家有什么意见关于这个话题，请评论和请评价，我们这个会给这个 channel 很大的帮助。谢谢大家。嗯。谢谢。如果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导师，你可以说出来那些故事给大家听一听吧。你写下来，我们会讲出来了。好呀，谢谢，再见，大好，家。拜拜。